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提高脑力的方法这个课题。相信许多人从小就憧憬那些头脑敏捷和聪明的人。看到这样的人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他们很帅气，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头脑敏捷、聪明的人。在如今的知识社会中，聪明的人，比如医生或律师，通常占据着高收入的职位，因此聪明是一项非常大的优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被认为可以提高脑力的训练方法，比如填字游戏或各种记忆术，但我们往往不知道哪一种最有效。对此，科学上已经有了结论，大家可以猜一猜，世界上最有效的提高脑力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直接告诉大家答案吧，那就是做有氧运动。听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吃惊，运动真的能提高我们的脑力吗？确实，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脑力训练方法，有些甚至会用诸如让大脑重生或将脑力提升2倍这样的广告词来宣传。但实际上，这些脑力训练方法的效果并不太好。就像我们想锻炼腿部肌肉，会做深蹲等运动一样，我们往往也会认为要提高脑力就必须锻炼我们的大脑，于是投入到了各种脑力训练中去。但实际上，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有氧运动。对于第一次听说的人可能会感到惊讶，但确实有很多书籍和论文主张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脑力。例如，约翰·瑞迪的《运动改造大脑》和安德斯·汉森的《一流的头脑》这2本书最为著名。这2本书基于大量的证据，详细论述了运动对提高脑力的重要性。如果您真的希望变得更聪明，运动是不可或缺的。在阅读完这2本书后，您将会真正感受到运动，尤其是有氧运动的重要性，并愿意将其付诸于实践。大家都知道运动对我们的健康有益，但通过阅读这些书，您将更深入地体会到运动对大脑的益处，并积极采取行动。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大家的运动动机，我将引用几段书中的内容来介绍运动对大脑的好处。在《运动改造大脑》中有这样一段：运动让人心情愉快，是因为心脏不断地将血液输送到大脑，使其处于最佳状态。运动对大脑的这种效果比对身体的效果要重要得多，也更具吸引力。提高肌肉力量或心肺功能只是运动的附带效果，运动是为了培养大脑并保持其良好的状态。这本书强调了运动对大脑的诸多好处，正如书名所示，要锻炼我们的大脑，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实现。因此，如果您想变得更聪明，或者想在生活中保持更清晰的头脑，那么运动是必不可少的。再来看一下《一流的头脑》中的这一段。实际上，没有什么比运动对大脑的影响更大。运动不仅能让人心情愉快，还能提高专注力、记忆力、创造力和抗压能力，并能更快地处理信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思维的速度会加快，能更有效地从记忆中提取所需的知识。此外，通过激活特殊的大脑机制，运动可以帮助您在混乱的情况下集中注意力，即使心情不稳定也能恢复平静。甚至有的人认为，运动能够提高我们的智商。书的作者安德斯·汉森是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研究员，这个研究所是全球顶尖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机构。作者发表了超过2000篇的医学文章，是国际知名的研究专家。他断言，最有效的提高脑力的方法就是运动。相比于脑力训练，运动对提升大脑功能的效果更为显著。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可信度。运动对我们的大脑有短期和长期的好处。从短期来看，运动后我们的头脑会变得更加清晰，专注力会显著提升，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当前的任务中去。这是因为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，并释放了多种活化大脑的激素。许多知名人士，例如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，就养成了日常运动的习惯。
因为他亲身体验到了运动对清晰思维和专注力的好处。在需要进行高集中度工作的前，通过运动会使头脑清晰，专注力大幅提升。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，体验运动带来的效果。如果您觉得运动后容易感到困倦或疲劳，那可能是运动的强度过大，可以尝试降低强度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量，使头脑达到最佳状态。从长期来看，持续的有氧运动会逐渐改变我们的大脑结构，根本性地提升我们的脑力。运动能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分泌，这种物质被称为大脑的天然肥料。BDNF 能够保护脑细胞，防止其受损或死亡，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，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，并延缓细胞的衰老。BDNF 最有效的分泌方式就是通过有氧运动，因此长期坚持有氧运动会不断为大脑提供这种天然的肥料，使大脑不断成长，脑力会逐渐提升。那么，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脑力，应该进行多少运动量呢？我们可以参考《一流的头脑》这本书的建议来结束今天的讨论。首先，如果您现在没有运动的习惯，可以从1分钟、3分钟、5分钟的运动开始。关键是选择自己感兴趣且觉得有趣的运动，即使是1分钟的运动，也比完全不运动要好得多。虽然1分钟的运动看似不起眼，但1分钟和0分钟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。因此，可以从短时间的散步，在家做瑜伽或5分钟的跑步等易于坚持的运动开始。一旦您能做到这些，接下来可以将目标定为每天至少30分钟的散步。如果您希望提升自己的脑力并保持大脑的最佳状态，那么每周进行3次，每次45分钟以上的跑步是最理想的。村上春树在创作长篇小说时，每天早晨4点起床，连续写作4到5个小时，然后进行1小时的跑步或游泳，以保持大脑的最佳状态。我们建议的最终目标是每周3次，每次45分钟的跑步，而村上春树则是每天进行1小时的运动。显然，真正聪明人的做事方式是不同的，这是我们应该效仿的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每周3次，每次45分钟的跑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，但如果您真的希望保持清晰的头脑，这样做是非常值得的。定期运动不仅能让您变得更聪明，还能让您变得更健康，对改变生活大有裨益。希望大家能尝试这个方法，并体验到它的效果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